你知道吗？我们从小到大都被告知多吃鱼对身体好，可真相却是有3种鱼。科学家已经明确警告，他们不是在保护你，而是在帮癌细胞冲锋陷阵。世界卫生组织甚至把其中一种直接列入了1级致癌物清单，和砒霜、石棉、香烟站在同一排。更可怕的是，这3种鱼在我们的餐桌上极其常见，几乎每个中国家庭的厨房里都曾飘出过它们的味道。你可能会说，鱼不是好东西吗？蛋白质丰富， DHA 促进大脑发育， Omega-3 保护心血管，怎么忽然就变成癌症加速器了？没错，鱼确实是好东西，但问题从来不出在鱼本身，而出在我们怎么吃和吃什么鱼上面。这就好比水能救人，也能淹死人，关键看你怎么用。好了，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来深挖这3种被科学家点名批评的癌症加速器，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把癌细胞喂大的。看完之后，我保证你会重新审视自己的餐桌，甚至可能当场就想把冰箱里某些东西扔掉。先说第一种，也是最让人震惊的一种，它不是什么深海怪物，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外来品种，而是我们家家户户几乎都吃过的东西——中式咸鱼。没错，就是那种用大量粗盐腌制，在太阳底下晒得硬邦邦，煎出来满屋子香味的咸鱼。在广东，它叫梅香咸鱼；在福建沿海，它是渔民家庭的日常口粮。在整个华南地区，咸鱼配白粥几乎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可就是这么一道温暖的家常菜，在2012年被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正式归类为第1类致癌物。注意，不是可能致癌，不是疑似致癌，而是确定对人类致癌的第1类。这个分类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科学家已经掌握了充分的人类流行病学证据，证明这东西确实会导致癌症。和它站在同一排的还有烟草、酒精、黄曲毒素、槟榔。你想想看，一条咸鱼居然跟香烟同级别，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离谱？可科学数据就是这么冷酷。那问题来了，咸鱼到底是怎么致癌的？这就要从它的制作工艺说起。中式咸鱼的传统做法是高盐腌制加上户外脱水，这个过程中，鱼肉里的蛋白质会在细菌和酶的作用下发生分解，产生大量的亚硝胺。亚硝胺是什么？它是目前已知最强的化学致癌物之一，专门攻击 DNA， 造成基因突变，尤其是其中一种叫做2甲基亚硝胺的化合物，它对鼻咽部的上皮细胞有极强的亲和力，能反复刺激这些细胞，最终诱发癌变。这不是危言耸听，早在20世纪70年代，广东中山医学院的研究团队就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广东地区的鼻咽癌发病率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他们开始逐一排查环境因素、饮食习惯、遗传背景，最终锁定了一个高度相关的变量咸鱼。后来的大规模流行病学调查进一步证实了这个发现。研究人员追踪了数千名受试者，发现那些在童年时期频繁食用咸鱼的人群，成年后罹患鼻咽癌的风险显著升高，特别是在断奶后就开始吃咸鱼粥的婴幼儿，他们的鼻咽癌风险甚至可以飙升到普通人的好几倍。为什么儿童特别危险？因为儿童的细胞分裂速度远快于成年人， DNA 修复机制也尚未完全成熟，亚硝胺的致突变作用会被成倍放大。你可能会问，那我现在才偶尔吃一次，应该没事吧？这就要看偶尔是多偶尔了。科学家的态度很明确，对于1级致癌物不存在所谓的安全剂量，这跟抽烟的逻辑是一样的。一天抽1根比一天抽1包风险小，但并不意味着一天1根就安全。每一次接触都是在给癌细胞一个生根发芽的机会。更值得注意的是，咸鱼的致癌性不仅限于鼻咽癌。近年来的研究显示，长期大量摄入腌制鱼类与胃癌、食道癌的发病风险同样密切相关。高盐本身就会损伤胃黏膜，而亚硝胺则趁虚而入，在受损的黏膜上大肆破坏。这就像是先有人拿刀在你胃壁上划了一道口子，然后又有人往伤口里撒毒药，
双重打击之下，胃癌的种子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被种下了。所以你看，那条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咸鱼，那个让你闻到就口水直流的煎咸鱼香味，背后藏着的却是一个来自分子层面的致癌陷阱。它的危险不在于1顿2顿，而在于年复一年的积累效应。尤其是在南方沿海地区，很多家庭几代人都有吃咸鱼的习惯，这种文化惰性才是最可怕的。讲到这里，有人可能会为咸鱼辩护，我们家祖祖辈辈都吃咸鱼，不也活到80、90岁吗？确实，个体之间的差异是存在的，基因、免疫力、整体饮食结构都会影响最终结果。但流行病学看的是群体风险，它告诉你的是，在大量人群中，吃咸鱼的那群人得鼻咽癌的概率确实比不吃的那群人高出很多。这就像你可以指着一个抽了一辈子烟的老爷爷说，你看他没事，但这不能否认烟草致癌的事实。统计学不会因为个别幸存者而改变结论。如果说咸鱼是阳光下的毒药，那第二种就是烟雾中的杀手熏鱼。熏鱼在中国的饮食文化中同样占有一席之地。上海的熏鱼是年夜饭桌上的经典冷菜，四川、湖南的腊鱼更是过年过节必备的佳肴。在欧洲，烟熏鲑鱼、烟熏飞鱼也是常见的传统食品。可以说，烟熏这种古老的食物保存方式遍布全球各大文化圈，但问题恰恰就出在烟熏这个过程本身。当木材、木屑、茶叶或者甘蔗皮在不完全燃烧时，会产生一种叫做多环芳香烃的化合物，英文缩写 PACH。 这类物质的种类非常多，目前已知的有上百种，其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苯并芘。苯并芘是什么？它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的一级致癌物，被认为是多环芳香烃家族中致癌性最强的成员之一。它能直接与人体细胞中的 DNA 结合，形成所谓的 DNA 加合物，导致基因突变，启动癌变的第一步。问题在于，烟熏的过程就是让这些有毒的烟雾成分均匀地渗透到食物的每一个角落。你闻到的那股让人欲罢不能的烟熏香，本质上就是多环芳香烃的味道。换句话说，那股香味越浓，苯并芘的含量就可能越高。你以为自己在享受美食，实际上是在吸收致癌物。有实验室对市售熏鱼进行了检测，结果令人咋舌。一些传统方法制作的熏鱼，苯并芘含量远远超出国家标准限值，尤其是那些土法烟熏的产品，使用松木、柏木等树脂含量高的燃料，烟熏时间又长，苯并芘含量可以是标准限值的好几倍。即使是工业化生产的熏鱼，如果温度控制不当，烟熏工艺不规范，也同样存在超标风险。但苯并芘还不是熏鱼唯一的问题，在烟熏之前，很多熏鱼制品还需要经过腌制工序，这又回到了咸鱼的老问题亚硝胺。先用盐腌出亚硝胺，再用烟熏加上苯并芘，这等于是双管齐下，两种一级致癌物同时攻击你的身体。你说这是不是癌症加速器？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环节，油炸。很多地方的熏鱼做法是先把鱼块用高温油炸至金黄，然后再进入调味酱汁。这个高温油炸的过程本身也会产生多环芳香烃和杂环胺。杂环胺是另一类强致癌物，主要在蛋白质丰富的食物被高温加热时产生。温度越高，时间越长，杂环胺的生成量就越大。所以一块经过腌制加油炸加烟熏三重加工的熏鱼，简直就是一个致癌物的全家桶套餐。流行病学研究也为这个结论提供了支持。冰岛是全球胃癌发病率最高的国家之一。研究人员分析其饮食结构后发现，冰岛人大量食用烟熏羊肉和烟熏鱼类，这与他们的高胃癌率高度相关。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日本某些地区，那里的居民喜食各种烟熏、烧烤食品，消化道癌症的发病率也明显偏高。在中国、湖南、四川等地的食道癌和胃癌高发区域，往往也是辣味、熏肉、熏鱼消费量最大的地区。当然，癌症的成因是多元的，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给熏鱼，但它确实是其中一个被反复验证的高风险因素。
有人可能会说，现在很多厂家都改用液熏技术了，把烟熏液直接喷洒在食物表面，不再使用传统的明火烟熏，这样是不是就安全了？答案是相对更安全，但不等于完全安全。液熏液是把烟雾溶解在水中过滤后得到的产品，确实可以去除掉一部分多环芳香烃，但并不能100%去除，而且液熏液的品质参差不齐。如果使用的是劣质产品，致癌物含量可能依然偏高。所以结论很简单，偶尔尝一口解解馋可以理解，但如果你把熏鱼当成日常下饭菜，3天2头地吃，那你真的是在拿自己的消化道开玩笑。第三种，癌症加速器可能会让很多注重健康的人感到意外，因为它恰恰是那些被包装成高级、健康、营养的鱼大型深海掠食性鱼类，比如鲨鱼、旗鱼、剑鱼、大型尾鱼、王青鱼、方头鱼。你没看错，那些在高档日料店里价格不菲的大块尾鱼生鱼片，那些被健身博主推崇为优质蛋白来源的深海大鱼，在另一个维度上，它们却是重金属污染的重灾区。这里要引入一个生态学概念，生物放大效应。简单说就是水中的汞、镉、铅等重金属首先被浮游生物吸收，小鱼吃浮游生物，中型鱼吃小鱼，大型鱼吃中型鱼。每经过一个环节，重金属的浓度就放大一个量级。到了食物链顶端的大型掠食性鱼类体内，重金属的含量已经达到了惊人的水平，可以是海水中含量的上百万倍。在所有重金属中，最让科学家担心的是甲基汞。汞本身已经很毒了，而甲基汞是汞在水体微生物作用下形成的有机化合物，毒性更强，而且极易被人体吸收。你吃下一块高汞含量的鱼肉，甲基汞几乎可以100%进入你的血液，然后它会穿过血脑屏障直达大脑，穿过胎盘影响胎儿，穿过各种组织屏障攻击你的肾脏、肝脏、免疫系统。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甲基汞化合物归类为2B 类致癌物，意思是对人类可能致癌。虽然它不像苯并芘和亚硝胺那样被归入确定致癌的第1类，但越来越多的研究正在揭示它与癌症之间更深层的联系。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曾经做过一项令人不寒而栗的研究，他们追踪了一位名叫凯伦维特哈恩的化学教授，他在1996年实验操作中，不慎让几滴2甲基汞穿透了乳胶手套，接触到皮肤。起初他毫无感觉，但几个月后，他开始出现言语含糊、视觉障碍、平衡失调的症状。10个月后，他去世了。这个案例虽然是极端的高剂量急性暴露，但它清楚地展示了有机汞的恐怖穿透力和神经毒性。在日常饮食的层面上，虽然我们不太可能一次性摄入致命剂量的甲基汞，但问题在于慢性低剂量暴露。如果你长期频繁地食用高汞大鱼，甲基汞会在你体内持续累积，因为它的排出速度非常慢，生物半衰期长达70到80天。这意味着你今天吃进去的汞，3个月后还有一半留在你体内。如果你每周都在吃，那你体内的汞含量只会越积越高，就像一个只进不出的仓库。当汞在体内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它会持续产生氧化压力，破坏细胞的抗氧化防御系统，导致 DNA 损伤。这种慢性持续的 DNA 损伤正是癌症发生的温床。此外，甲基汞还会干扰免疫系统的正常监控功能。正常情况下，你的免疫细胞会随时巡逻，发现并消灭初期的癌变细胞。但当免疫系统被重金属搞得焦头烂额时，那些本该被消灭的癌细胞就可能逃脱监控，悄悄壮大。除了汞，这些大型鱼类体内还可能富含其他有害物质，比如多氯联苯、有机氯、农药残留，甚至微塑料。这些物质各自都有各自的健康危害，当它们混合在一起时，可能产生协同效应，让总体危害远大于单一物质。那么哪些鱼的汞含量最高？根据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环境保护署的联合指南，汞含量最高的鱼类包括鲨鱼、剑鱼、王青鱼、
大目尾鱼、方头鱼、马林鱼。这些鱼有几个共同特点：体型大、寿命长，位于食物链顶端。一条大型剑鱼可以活到15年以上，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它每天都在通过食物链吸收和累积重金属，到最后它的肉质虽然鲜美，但也变成了一个重金属移动仓库。这里要特别提醒孕妇和幼儿，美国食药局在2021年更新的指南中，明确建议孕妇和儿童完全避免食用上述高汞鱼类，连偶尔尝试都不建议。甲基汞对发育中的胎儿神经系统的损害是不可逆的，可以影响孩子的认知能力、语言发展和精细运动功能。有人可能会说，那我干脆不吃鱼了。且慢，这里有个重要的区分，不是所有鱼都是重金属炸弹。小型、寿命短、位于食物链较低层的鱼类，比如沙丁鱼、秋刀鱼、青鱼、小型鲈鱼、鲫鱼、草鱼等，汞含量通常非常低。这些鱼不仅安全，而且富含 Omega、3脂肪酸、优质蛋白和各种微量元素，对心血管健康和大脑发育都有明确的好处。所以关键不是不吃鱼，而是选对鱼。聊完3大癌症加速器之后，我们再来说几个容易被忽略的隐形陷阱。第一个陷阱，反复油炸的鱼。你可能不吃咸鱼，不吃熏鱼，也不吃大型深海鱼，但你爱吃炸鱼。可如果油锅里的油已经反复使用多次，那油本身已经产生了大量的醛类化合物和多环芳香烃，这时候无论你炸的是什么鱼，都可能变成致癌鱼。所以不是鱼的问题，是油的问题。家里炸过2-3次的油，该换就换，千万别舍不得。第二个陷阱，淡水鱼的生食。在某些地区有吃淡水鱼生鱼片的传统，比如广东顺德的鱼生。然而淡水环境中存在一种叫做肝吸虫的寄生虫，它的幼虫就藏在淡水鱼的肌肉里。生吃或者半生吃这些鱼，肝吸虫幼虫就会进入你的肝胆系统，长期寄生，反复刺激胆管上皮细胞，最终可以诱发胆管细胞癌。这种癌在东南亚地区尤其高发，泰国东北部甚至将其称为吃鱼生的代价。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将华兹高吸虫和泰国肝吸虫都列为1级致癌物。注意，是寄生虫本身被列为致癌物，因为它们的慢性感染直接导致癌症。第三个陷阱，甲醛泡过的鱼。在某些不良商贩那里，为了让鱼看起来更新鲜，保存更久，他们会用甲醛溶液来浸泡鱼肉。甲醛是什么？它是装修房子时那个让你流泪咳嗽的刺鼻气味的来源，同时也是世界卫生组织认定的1级致癌物。用甲醛泡过的鱼，表面看起来肉质紧实，色泽光亮，但你吃下去的每一口都带着致癌风险。怎么辨别？闻一闻，如果有刺鼻的化学味道，赶紧放下。摸一摸，如果鱼肉异常坚硬，缺乏弹性，那也要警惕。说了这么多，不能吃，你可能已经对鱼产生了心理阴影，但请放心，鱼依然是人类饮食中最好的蛋白质来源之一。关键是要会吃。首先，选对品种，优先选择小型、短寿命的海水鱼，或经过安全养殖的淡水鱼、沙丁鱼、凤尾鱼、小黄鱼、带鱼、鲈鱼、鲫鱼、草鱼，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它们体型小，食物链位置低，重金属累积少，而且价格亲民，营养价值一点也不比那些高级大鱼差。其次，选对烹饪方式，清蒸、水煮、清炖是最健康的鱼类烹饪方式。这些方法温度相对较低，不会产生苯并芘和杂环胺，同时还能最大限度保留鱼肉中的 Omega-3 脂肪酸和其他营养成分。如果实在想吃煎鱼，也尽量用中小火，避免把鱼皮煎到焦黑。焦黑的部分正是致癌物含量最高的地方。第三，控制频率和摄入量。对于高汞大型鱼类，不是说一辈子碰都不能碰，而是要严格控制频率。普通成年人每月吃1到2次小分量的鲔鱼生鱼片，一般不会造成显著的汞累积。但如果你是孕妇或者正在备孕，那就别冒这个险了。至于咸鱼和熏鱼，
能不吃就不吃，如果非要吃，1年几次解解馋就好，千万别当成日常菜。第4，注意购买渠道，尽量在正规超市和市场购买鱼类产品，避免路边摊的来路不明的腌制鱼和加工鱼制品。正规厂家的烟熏制品通常会有更严格的品质控制，苯并皮含量一般在国家标准以内，但三无产品就完全没有保障了。最后，我想聊聊为什么这些知识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癌症不是某一天忽然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一个漫长的、一步步发展的过程。从第一个基因突变开始，到形成可被检测的肿瘤，通常需要10年、20年，甚至更久。而在这漫长的过程中，我们每天的饮食选择都在无形中影响着最终结果，要么在给癌细胞制造机会，要么在给免疫系统提供弹药。有些人觉得，反正活着就有风险，何必这么小心？这话乍听有道理，但仔细想想，这就像说，反正迟早都要死，何必系安全带？风险是可以管理的，你不可能把癌症的风险降到0，但你完全可以通过合理的饮食选择，把风险控制在最低水平。不吃咸鱼不会让你营养不良，不吃熏鱼不会让你餐桌寡淡，不吃鲨鱼剑鱼也不会让你缺乏蛋白质。这些改变的成本几乎为0，但带来的健康收益却可能是无价的。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全球大约有 30% 到 50% 的癌症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预防的。饮食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你今天看完这个影片，可能不会立刻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改变，但如果下次在菜市场犹豫要不要买那块咸鱼的时候，你脑海中闪过今天的内容，然后选择了一条新鲜的小黄鱼，那这个影片就值了。好了，让我们最后总结一下今天的3大癌症加速器。第一，中式咸鱼，高盐腌制加脱水发酵，产生大量亚硝胺，是胃组织一级致癌物，与鼻咽癌、胃癌高度相关，童年时期频繁食用危害尤其大。第二，熏鱼，烟熏过程产生苯并皮等多环芳香烃，加上腌制带来的亚硝胺和油炸带来的杂环胺，3重致癌物叠加，消化道癌症的重要风险因素。第三，大型深海掠食性鱼类，生物放大效应导致甲基汞等重金属高度富集，长期食用造成慢性 DNA 损伤和免疫系统抑制，潜在增加多种癌症风险。孕妇和儿童尤其需要回避。记住，鱼是好东西，但要选对，吃对。小鱼、新鲜的鱼，用温和方式烹饪的鱼，才是真正的健康加速器。而那些经过高盐、腌制、烟熏、炭烤，或者在食物链顶端累积了一肚子重金属的大家伙，请对他们保持尊重的距离。你的身体就像一台精密的机器，它能容忍偶尔的差错，但不能承受持续的虐待。善待它。从每一顿饭开始，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分享给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是那些还在天天吃咸鱼配粥的长辈们。有时候一次提醒就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